注意看，这个韩国疯婆娘简直不要太嚣张，在发布会现场谁也不服，冲上前来就要殴打张伟丽的师妹，即便被拉开，嘴里边也要骂骂咧咧，说话极为难听，甚至还当众狂言，即便是中国姑娘和张伟丽一起上，也都不可能是她的对手。在击败中国选手后，她的嘴脸更加的可恶，竟当众挑衅张伟丽。张伟丽，我求求你赶紧来韩国吧，我已经迫不及待让你感受我们韩国最新的整容技术了，我保证让你吃我的拳头吃到饱。这个危险了，基本上连续的重拳来源到20多次的重拳。视频中把中国选手堵在角落疯狂暴打的人，正是当时排名世界第一、来自荷兰的不败天王阿尔伯特·克劳斯。他曾在一个晚上车轮战3名中国选手，每场比赛都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优势打爆我们中国选手，从此便名声大噪。有人说他的出现就像魔神降世，笼罩了中国拳坛，不手持武器绝不可能战胜他。然而他不只是在中国拳坛称王称霸，在国际擂台也是难寻敌手。从1990年出道以来，他几乎没有输掉过任何比赛。曾两胜日本拳王磨砂豆、血战泰拳王子波球，一时之间放眼整个世界都难寻敌手，这也让他的野心越来越膨胀，竟然在接受采访时公然表态，只要他还活着，中国人就永远无法击败他。然而就在此时，解放军拳王周志鹏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僵局，也让阿尔伯特·克劳斯知道了什么叫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解放军拳王周志鹏，他军人出身，不畏强敌。在比赛还没开始之前，周志鹏就已经留好了遗言，决心要和克劳斯一决生死。好，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注意看红色拳套周志鹏，而蓝色拳套便是阿尔伯特·克劳斯。天王克劳斯呢，这2年的状态也一直不错啊，虽然在这个年龄上啊，已经这个不是优势了，但是保持的状态非常不错。的确是周志鹏呢，这2年呢也一直随着比赛啊，他的经验积累的经验，我觉得也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刻啊。我觉得2个人真的是有一打，到了一种爆发期了，爆发期了啊！没错，尤其是关于这克劳斯啊，他这个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再去口水去介绍他过去的辉煌经历，因为在全民和歌迷眼中，他就是曾经神一般的存在。他名校一长串的冠军头衔，如今这个34岁高龄吧，仍然保持着这种旺盛的斗志和竞技状态，着实值得可钦佩。而且双方的这个年龄可以说是相仿啊，而且身高体重各种指数呢也都差不多。在这一场比赛之前，他们2个有一个共同的对手，那就是泰拳王子波球。但是结果不同的是，阿尔伯特·克劳斯啊曾输给了波球啊，点数判定输了，而周志鹏他战胜过波球。所以说，光凭这一点上来说呢，我觉得周志鹏今天的胜算啊可能会更大一些。好漂亮，打法很硬朗。当过兵的人啊，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他雷厉风行，而且无畏强敌。但对于克劳斯来讲，他就是喜欢打得猛的啊，喜欢和他拼拳的选手，因为他也很擅长拼拳。拿到过世界军人争夺的冠军。那么据我了解，这克劳斯实际上他从2010年到现在开始，有正式参加过5场职业拳击比赛，在德国，而且他上一场比赛是10月份，击败了一场最近击败了一个有过48场职业经历的，当然是这个胜少负多的这种选手。那由此可见，其实他这种拳击能力还是也是不错啊，也是非常强的。所以双方又进入了王老师说的这种中近距离的高手对决。一般这高水平的都是打中近距离。我们看克劳斯刚才的那个摇闪后的这种斜上和斜上的这种勾拳啊，就体现出来他这种出色的这种力量。我觉得这是一场非常漂亮、非常好看的拳击比赛。我们都知道克劳斯曾经在我们的2013年曾经1挑3。就是用这种斜上的勾拳的击斧，而且那一场比赛就是周志鹏很遗憾的没能最终对决上这个克劳斯。对，这场错过了2年的比赛，终于在今年获得了实现。我觉得克劳斯今天好像状态好像稍微慢了一些，对，有一点慢热，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周志鹏的表现我觉得可以打满分了。之前有很多中国选手输给了克劳斯啊，大部分是拼拳拼不过，稍微拼不过就开始跑，结果被克劳斯啊穷追猛打，然后 KO 掉比赛。但是今天周志鹏完全不一样了，克劳斯你喜欢来硬的，那我就跟你硬到底。好，第2回合比赛继续，大家不要认错了，红色拳套周志鹏，蓝色拳套阿尔伯特·克劳斯。心里有底的这种有经验的老拳手，通常都会对
如果没交过手的选手，都会在第一回合进行试探啊。一个掌握啊！我在这个赛前呢，就是见到周志鹏，我问他你现在状态怎么样？周志鹏说现在身体啊，就像有炸弹在里边存着一样。他说我现在就尽量再静起来，让自己把所有的这个力量都爆发在擂台上。确实今天志鹏的表现确实也不错。刚才这个克劳斯这个击打的部位有点不准啊，打到这后脑啊，裁判提示了他一下。我相信他不是有意为之。没收住。我们看到克劳斯这种强点的选择啊，只要周志鹏把手抱起来，马上就对两肋进行打击。好，而且克劳斯这个防守非常严密。对，像在近距离两人对攻的时候，他那个上勾拳啊，对。虽然说我们现在看周志鹏打的的确是不错，但实际上在赛前看好周志鹏的人那是寥寥无几。都说阿尔伯特克劳斯拳法出色，但现在我看的话，我怎么感觉哇，周志鹏穷追猛打哦，但是要小心，哈哈，但是要小心呐，这一下是冲得太猛，刹车没踩住，恐怕在全世界能够追着克劳斯打的人只有周志鹏了。中国选手已经上了很高一个档次了。是的呀，对战天王级的人物克劳斯啊，以前是不敢想象的能打成这种局面。那王老师，您觉得现在我们中国选手为什么突然这么快呢，能提高一个这么高的档次？我觉得还是一个这种赛事的平台，提供了一个这样赛事的平台，一个经验啊，包括一个氛围、心得上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高。还有一个就是对自由搏击的理解，我觉得更深了。现在慢慢的，由于我们这个 WF 的这个平台的产生啊，也让更多的观众或者更多的选手走进了这个自由搏击的这种训练和比赛当中。是的，这一场比赛，周志鹏不只是克劳斯在中国遇到过最难打的对手啊，我感觉应该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克劳斯打到过最难缠的对手了。这一场比赛，不止两名选手的战况打得很艰难啊，台下的打分员、裁判也很难受，因为两人的分数现在实在是太接近了。你可以说周志鹏现在是优势，但你也可以说克劳斯现在也不落下风。克劳斯左右侧滑没有，这时候我觉得周志鹏其实可以往外走一走啊，左右晃一晃。我们可以说去年克劳斯输给伊萨，就是因为伊萨的这种连打带闪的这种风格，让克劳斯抓不住，所以才让克劳斯没有了力量。好，双方的比赛马上来到第3个回合，这也是我们中国选手第一位和克劳斯打到第3个回合的选手。这一刻虽然说不是什么荣幸的事儿啊，但也很难得了。好，第3回合比赛开始。双方这种对拼已经进入了这种白热化了，双方已经完全不需要再保留体力了。因为这不是一场晋级战，双方可以毫无保留的在这个最后一回合宣泄完。这场超级战就是让他们来演绎这场擂台的经典对决的，把所有积攒的这些弹药全部倾泻出来。没错，积攒了2年的这种积累，现在就是爆发出来的时候了。没错，周志鹏面前的就是天王，就是克劳斯。2年前没能遇到的对手，现在站在台上，看要怎么面对他呢？本场比赛双方差了4岁，周志鹏31，而对方的话是35。所以说比赛拖到第3个回合，虽然说是白热化状态，但对周志鹏来讲啊更有优势，因为我们是当兵出身的，而且更为年轻，体能上肯定更好。而阿尔伯特克劳斯他就不一定了，虽然说他是一个王者，但毕竟王者也35了，这个有点抓住感觉的这种样子。但是克劳斯的体能上有出现问题了，有一定的消耗。况且今天他的这个速度啊，我觉得也比以往稍微慢了很多。我觉得志鹏确实在这地方训练确实有取得很大的效果，准备特别充分。现在体内的这个炸药已经开始狂轰滥炸的宣泄出来了。是的，没错。而且我们知道周志鹏他是一名意志品质非常顽强，而且抗击打能力相当出色的选手。迄今为止没有被击倒在这个搏击擂台上，没有这种场面啊，没被 KO 过。双方都是这种擅长坦克推进的这种选手，所以这场比赛让我们看的就感觉是满天飞的都是刀的感觉应该都是炮弹吧？这个是全炮太正了，双方全是正拳开路。这一场比赛，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双方的拳腿比例大概是20比1啊，打20拳出1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阿尔伯特克劳斯他擅长拳法，那周志鹏呢就全程和他拼拳啊，打就打你个心服口服。在 F 擂台上的这个常客，对，老朋友了。
这次他的短裤上出现了我们中国国旗，我们也觉得克劳斯可能体会到我们观众的这种热情。双方在这个最后这一回合已经可以完全宣泄出来了。这个时候双方体能能下降，这个时候是完全拼这种一直在撑，在撑。那王老师，您看现在这个谁比较有优势？我完全看不出来。我觉得双方，我更希望他们有加时。我觉得在这个切合于3场的综合来说，3局的综合来说，我觉得志鹏今天发挥的不错。对，况且在得点上，在这种场上的这种那个综合把控也结束了啊。但是我觉得。好，这场解放军拳王大战荷兰不败拳王的比赛终于结束，双方是从头打到尾。这场比赛真是一场拳击的盛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看的也很过瘾，高手对决啊，就是这么好看。好，最终结果一致判定，让我们恭喜周志鹏。这场比赛也让笼罩在我们中国拳坛多年的阴影啊，终于给他打散了。让我们恭喜周志鹏。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不打了，不打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向爱国的李景亮竟然对自己的同胞痛下死手，硬生生当场砸断了脖颈，而且还生怕对手还在喘气，赶紧连补数拳，彻底打飞对手。只因这一次他的对手是一个人人喊打，只要是中国人都会恨之入骨，恨到牙根直痒痒的大汉奸。他便是来自于中国台湾的刘家鹏，他崇洋媚外，数典忘祖，从小便痴迷日本文化，成年之后便跑去日本学习柔术，经常在日本发表一些辱华言论。而且为了能够在日本拳坛站住脚，他竟然当众下跪磕头，认作日本人为干爹。而且为了向日本人谄媚，他竟然在擂台上完全无视裁判的劝阻，无视规则往死里打自己的同胞，只为向日本人邀功。然而面对中国民众的口诛笔伐，他竟然公开表态自己投错了胎，他本身就应该是一个日本人，并且表示要用日本空手道和柔术血洗中国拳坛。面对嚣张的汉奸，李景亮主动申请出战，势必要亲手铲除汉奸。李景亮征战国际拳坛多年，成为了国内公认的综合格斗一哥。他有着野兽般的进攻、重炮般的铁拳，以及令人感到发指的抗击打能力。而且他也是公认的爱国选手，无时无刻都在告诉全世界，他来自于中国。中国力量！好，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注意看左边的蓝方选手李景亮，右边的红方选手大汉奸刘家鹏。这个大汉奸可谓是相当的可恶，他为了献媚日本人啊，竟然是跑回了中国大陆啊，表示要血洗我们中国拳坛，而且还会用日本的空手道和柔术。这个家伙崇洋媚外，数典忘祖，帮着好好的中国人不当，跑去给日本人当狗腿子啊，真是脑子我觉得烧坏掉了。哦，站立断头台，哦，舍身飞身断头台。李景亮这一下是真的要下狠手了。对方练习的是日本的空手道和柔术，而李景亮是练习我们中国的摔跤、棍跤。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而且李景亮的摔跤能力非常强啊，因为他12岁开始练习摔跤，而且从小干农活。来自于新疆塔城，原本是打算做一个职业摔跤运动员，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啊，他走上了格斗这条道路。因为他发现只有在格斗擂台，他才能够迎战更多的日本人或者汉奸。双方换一个位置，但是姿势不变。我们总说打日本人下手要狠，但是我觉得打汉奸下手要更狠，因为这会起到一个杀鸡儆猴的作用啊，让这帮有歪心思的人看一看啊，背叛祖国的下场。现在李景亮在下位不着急，因为这个大汉奸刘家鹏所学的日本柔术，他是以控制为主，没有什么太多的打击动作，更多的是以降服为主。其爆发力不是很强，但是比较粘人啊，比较抗揍。
哦，李景亮通过下方这个角度转了出来，但此时自己的手臂被对方的剪刀脚已经控制住了。哦，旱地拔葱，哇！这下对方的脖颈恐怕是不保了。又一次，又一个，2次旱地拔葱，我现在感觉对方已经是快不行了。但对方还在用着日本柔术的一些技术特点，比如说用双腿控制住李景亮的脑袋。这个角度看一下李景亮怎么处理。对方这个扣还在，他用腿部三角锁搭到了李景亮的头上。哦，又一次，哇，第3次旱地拔葱，好，连续的砸拳，哇，结束了，比赛结束，哇，整场比赛3记旱地拔葱，彻底打飞对手。好，上一场比赛我们见识到了李景亮强大的爆发力啊，他可以旱地拔葱摔飞对手。而这一场比赛，你绝对会领略到李景亮强大的抗击打能力和无敌的反杀能力。好，注意看这个角度和上一场比赛非常相像，同样的角度，同样的招式。看一下李景亮这一次还会不会选择飞身断头台？哦，对方的力气很恐怖。现在处于上位的便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罗仙尼啊，他也是一个以摔跤系为主的选手，和李景亮非常的相像。对方拿背了，而且左腿的扣已经是搭进去，哦，右腿也搭进去了。李景亮现在很危险。我们仔细看对方的2条腿啊，2个后脚跟啊，卡住了李景亮的大腿内侧。这样一来，李景亮是没有办法站起来的，而且整个下半身呢已经被对方控制住哦。而且我们看对方的手臂裸脚已经成型。哦，仔细看李景亮的表情非常痛苦。这是一个裸脚技、降服技啊！如果用力的话，可以掰断别人的脖颈。李景亮还在支撑，他现在完全在凭借意志力啊，在撑着。哦，又一次的尝试，不过这一次呢，对方的手臂并没有插到李景亮的下巴里，这个角度是不会产生窒息感。他必须要卡到下巴下方，也就是勒紧脖子，才可以产生窒息的效果，也就是降服成功。刚刚在第1回合，李景亮的确是开局不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大家不要认错了啊！蓝方选手黑色拳套是李景亮，而红色拳套便是罗仙尼。哦，这个角度2个人啊，这打出擂台了吧？这就是橡皮围绳啊，打综合格斗的坏处，因为你会一不小心啊，就会跌出擂台。所以说现在主流的综合格斗所用的擂台基本上都是铁笼网。哦，在站立上对方完全拼不过李景亮，这就是散打高手哦，漂亮！哇，这一下反转我们没有见过，断头台，这一下换成了李景亮做断头台，这个角度已经非常深了。如果再用点劲儿，对方的脖子可能会当场断掉。对方还在坚持吗？
哇，他的意志力也很顽强。哦，他不是顽强，他是已经晕了。哦，整个人已经直挺挺的挺尸了。好，比赛结束，这场比赛我们看罗先尼，他的口水都被勒了出来。这个裁判我只能说有点不尽职啊，有点不专业。好，这场比赛李景亮非常的威猛，他不仅扛住了对方的裸脚，还用断头台的方式啊降服了对手。好，恭喜李景亮，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好了，结束了，这是完全吃点头。试问中国拳坛谁才是重磅级别的最强猛男？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他的名字——巨人腿王刘策。他身强力壮，面露凶色，仅仅一个对视就能让对手产生畏惧。在别人还在研究拳法的时候，他早已另辟蹊径，苦练起了腿法，快如闪电，如同疾风骤雨般的腿法进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对手信心崩溃。曾在一个晚上连续踢断3个老外的小腿，在日本擂台霸气夺冠，一声声怒吼响彻日本东京。我叫刘策，来自中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日本比赛，也是第一次参加 K1 的比赛，这是我人生的第1个冠军，但不是我的最后一个。但正所谓树大招风，来自于蒙古国的蒙克尔登向刘策发起了挑战，他表示要亲手拿走刘策的冠军，如果做不到，便捐给中国200头牛。蒙古的摔跤手获得过蒙古国的全国摔跤冠军，有请蒙古的蒙克尔登。好，我们注意看眼前的选手，便是来自于蒙古国的摔跤冠军蒙克尔登。大家不要搞混，他是蒙古国而不是内蒙古。赛前他狂言要抢走刘策的冠军啊，如果做不到，便送给我们中方200头牛。200头牛听起来很多，但实际上对于这个蒙古国来讲，那就是9牛1毛，毛上的毛尖尖儿，根本不算什么啊，因为他们就是靠着牛羊而生。虽然说蒙古国的硬汉不少，但是现在在我看来啊，蒙古国他们的灵魂早已经被抽走了啊，因为他们现在是亲韩。没错，跟韩国走得很近，而且现在蒙古国的年轻人至少会说2种语言，一个就是他们本地的蒙古语，而另一个那就是韩语。而且现在韩国的各种娱乐业在蒙古国那是遍地开花啊，开的哪哪都是啊。好，我们书归正传，回到比赛，注意看红方选手刘策，他身高1.98米，臂展达到2.09米，哇，这个身材，这个背影的确是非常的帅气。好，蓝方选手白色裤衩便是蒙古摔跤冠军蒙克尔登。刘策的力量还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在上周刚刚拿了2023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90公斤级的冠军啊。是的。这场比赛，其实在他这个级别，刘策还属于是比较灵活的哈。是的。不过今天看这个蒙古国的蒙克尔登上来也够迅捷的。对。今天他的边角魏睿，老师魏睿也来了，然后还有就是这段时间一直在带他练习综合格斗，尤其是地面技术的樊荣。大家看刘策的比赛千万不要注意他的拳，我们要观察他的腿，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拳王，而是一个腿王。他的腿法很厉害，很刁钻。好，你看高边腿霸气十足，大开大合。但高边腿并不是他的绝活，他的绝活是他的一扫腿。没错，踢对方的小腿骨，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注意压低一点，打一打去。这次的后手还是可以去打一打，给他压力，给他压力。对，往上去压一压对手。其实现在刘策给对手的这个压力小了一些。是的，就是主要来自于步伐上的压力啊。注意压一点，去打拳。对，注意压低一点，只要不让他下来就行。输出少。是的。可能也是第一回合要摸一摸对手，试探一下。对，步伐压完对手之后，要有进攻端的输出压力带给对方啊。对，压低，对，注意压低，打拳没事。其实，在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刘策应该很少能够遇到跟他身高差20公分的运动员。对。这一场比赛我们看刘策打得非常的谨慎因为这个比赛规则他并不是很熟悉。因为这一场比赛对方呢说输了送出200头牛，但前提刘策你得和我打综合格斗。刘策的主战场呢是自由搏击，是没有摔跤的。但刘策这个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为了证明我们中国人不怂所以说接下了这场挑战。被接腿摔，画下正蹬漂亮，马上的摆拳就是要摔。
让对手起来。注意点啊！好，裁判警告刘策，对方倒地之后啊，你不可以踢对方的脑袋。那没办法，这有的时候啊，真是忍不住。再加上刘策呢是刚打这个综合格斗，对比赛规则他不太了解。我其实很早就认识刘策了，他之前在魏睿这边啊，在唐山文旅，然后他一直想打综合格斗的比赛。对。然后魏睿为了他也是费尽了心机啊。没错。这段时间还是把他送到了龙云格斗去学习去了。对。我一直问魏睿，我说刘策最近怎么样？他说啊，学习去了。然后樊荣一直在带着他练。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对于运动员来讲，要多个领域再去尝试。没错，下前包拳，这防摔做的还不错，再撤一步，不用去跟对手硬顶了。对，超腋下，把对手略抬起来一点，把对手给推出去。对手终于是按耐不住，亮出了底牌啊，亮出了他的杀手锏摔法。但是很明显，他似乎好像是摔不动刘策。好，我刘策的防抱摔和摔跤跟谁学的啊？我们注意看视频当中左下角穿着黑色背心的便是特种兵樊荣，他是和樊荣学习的摔法。他现在的右手是外侧，对，内侧去抄对手就对了。有时候这个在赛场这个左右自己都会迷糊的。对，别急，千万别急啊！我这场比赛我漂亮的顶膝。我这场比赛比较害怕的就是刘策上头，就是。不上头也不行啊！你看刚这个蒙卡尔登击他一下，挤到笼边之后，对，别着急，反倒敢打了。对，打的是要冷静一点，没错，要冷静。对，打这样的对手啊，还是要冷静一些。是可以去抓漂亮侧踹，去抓对手的迎击啊！而且漂亮，就感觉了顶膝，哇，时间到了。对。这一场比赛我只能说啊，蒙古的蒙克尔登他的运气不错啊，刚刚眼看着他就要被打晕了啊，被 KO 了。可见这个后手拳有多么的重。虽然说刘策主练的是腿法，但实际上他的重拳常常被人忽略。而刘策今天主打拳法的原因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因为对方是一个摔跤高手，我们出腿的话风险非常的高，容易被对方接腿然后放倒。我们注意看，穿着白色短袖的便是刘策的师傅姚刀魏睿。名师出高徒啊，师傅是第一个在日本拿下冠军的中国人，而刘策是第二个啊，这师徒俩是把日本拳坛横扫了个遍儿。好，废话少说，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继续。比赛，我刚刚魏睿下来的时候特意问了一下。我发现这场比赛你比谁都激动。对。然后问魏睿说的什么？问樊荣说的什么？对。因为我实话实说啊，我们中国大级别的综合格斗运动员太少了。我真的希望能再说出来两个。速度上来了，对，给的压力也大了。对，就是你不能只是步伐端的压力啊，我特别能理解魏睿，就是你要把它换成进攻端的压力给到对手啊，这个进攻输出去压对手。再打得大胆一些。是，对，别着急，放他起来。注意看，对方开启了耍无赖的行为，他知道刘策呀不敢进入到地面，而他就赖在地上不起来。但好在现场裁判呢可以说是铁面无私，没有给到他机会。好，站起来的刘策步步紧逼。现在蒙克尔登明显已经没劲儿了，他在站立上已经被刘策给打穿了。又来摔，这个平日里能摔动牦牛的人，结果今天摔不动刘策。蒙克尔登的体能已经下降了，是的。再想继续。哇，观众朋友们，精不精彩，意不意外？刘策仅用时不到2个回合。我觉得这场比赛如果不是综合格斗规则，如果是自由搏击啊，对方可能连半回合都坚持不住啊。我觉得说多了，1分钟吧。我们看，这位号称这个打不赢要送我们中国200头牛的蒙古摔跤大王，他已经被打服了。希望对方能够信守诺言，赶紧把这个牛给我们送过来。我不管你们是一路赶过来，还是说这个空运，还是怎么着，赶紧整过来啊！我们全国人民等着吃牛肉啊，吃牛肉馅的饺子。好，比赛到此结束，咱们下期视频再见。